白羊、处女座5月前后关系危机指南。哎呀，真的是有点替白羊不值啊！白羊最近感觉到很清醒，但是有可能真的是有被伤到了，所以才会变得这么清醒。因为像这边圣杯七走到逆位的时候，那我们白羊真的只有在受伤了之后才会明白爱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只有在难过到特别难过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有多狼狈。所以白羊到这边真的是不想要再去为这个人去付出了啊！当然不是说白羊不爱了，而是觉得突然之间觉得不值得了。因为圣杯七是什么？圣杯七就是那种非常美好的一个想象啊，就其实代表两个人的一个无限可能。那白羊我觉得其实对于对方，对于这个人肯定是有真心付出过的。我们是曾经是很希望能够跟这个人去走到最后啊，希望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现在我们白羊会发现，一切好像都只是自己的一个想象了。因为圣杯七走到逆位的时候，那这个画面就好像就只是一个假象一样。我们白羊曾经那个希望有多大，那现在我们被伤的就有多深了。因为如果不是真心爱过，当然就不会变得这么深刻。所以你说白羊现在到底有多难过，对不对？我们现在真的是觉得已经是不值得了，就不想再为就是那种不必要的感情再去这么继续下去付出，因为得不到一个结果，得不到回报啊。白羊我们会觉得说要把精力放到更值得去爱的人身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白羊其实是有在慢慢的去抽离出这段感情的，包括说对方他其实也是跟我们白羊一样有在离开这段感情，他离开的这个背影也是特别明显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对方他会比我们白羊还要难过，因为到后面这边。权杖九啊，权杖九其实是伤痕累累的一个画面啊，但是就说明对方他是比较难过，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会感觉好像说出来已经没有意思了，他自己内心当中也觉得我们白羊好像已经不要他啊，那他会觉得说，那我还说什么呢？没有意义了，还不如就这么沉默的去离开，给两个人多一点点体面。所以这段感情它其实是有一种从相见恨晚走到了一种相看两厌的感觉，就原本那么美好的感情，到最后两个人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两个人都觉得想要去放弃了。但是我觉得放弃啊，大家要知道，放弃两个字它并不代表说不在意了，因为其实权杖九他还是两个人有在为了这段感情去努力过的，尤其说是对方，他真的曾经为了这段感情是头破血流过的，所以现在双方分开了啊，你说对方他怎么会甘心，对不对？真的是在这边就不会甘心的。两个人虽然都是在往外走，但其实心里面终究还是会去惦记着这个人，还是会去惦记着彼此啊，放不下的。所以我感觉两个人之间这个矛盾，可能就是因为真的是因为太喜欢彼此了啊。因为战车牌在这边，那我觉得白羊是非常想要去靠近这个人的，就是我们其实还是想像前面圣杯七这样，就真的是有计划过跟这个人的一个未来的，但是因为战车走到逆位的时候，就会好像就是因为太喜欢了，所以说才会有很多的那种怀疑啊，或者说对这段感情特别的紧张。就这段感情其实越往下走，就越会变得忽冷忽热的啊，就好像感情里面的一年四季都汇聚在了同一天一样。因为当白羊太想要靠近这个人的时候，白羊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有点太黏他了啊？我是不是其实不应该就总是这么去打扰他的啊？所以。其实白羊座真的特别懂事的啊，所以当我们白羊跟对方疏远的时候，又会觉得你不主动来找我，你是不是因为你不爱我了啊？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要来找我了？所以你其实会发现，白羊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是真的会去想很多好的坏的，我们都会去想啊，各种各样我们都会去过一遍。所以白羊才会一直以来会让自己这么的累，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去照顾到对方的一个感受，反而就是没有办法去照顾好自己啊，就会让自己去受到委屈了。所以其实像这边这张战车它逆位的时候，白羊总是会因为对方的一个信息就突然之间变得很开心，当然也会因为对方就不回消息啊，突然之间就会变得特别低落，那这个就会导致我们白羊其实一直都有在两边就是有在变化，或者说有在去摇摆的，反而会让两个人变得渐行渐远了。所以你会发现对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理智的，他好像不太会那种就是主动来哄白羊，或者说主动来照顾白羊。其实我觉得对方他并不是说足够理智，我觉得他有点特别克制的感觉，他可能曾经也是有默默的也有尝试过要来照顾我们白羊，但是结果可能就不尽如人意啊，所以就会导致他后来就不敢再轻举妄动。他其实一直有在去克制自己的感情，他怕自己这样一个种种行为会让白羊不高兴啊，反而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两个人这段感情。所以说对方他才会对我们有点忽冷忽热的，好像一直以来都不像我们白羊一样这么非常的这种热情似火的感觉啊，就完全不是这样，跟我们白羊截然相反。所以这个就会让白羊觉得，那为什么你在感情里面能做到这么理智，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就是疯狂的去爱啊？你这么冷淡，你到底是不是因为你其实就是不爱我的？所以说两个人的这段感情，它其实停摆背后啊，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个误会在的。我们两个人啊，我们白羊宝宝和对方双方其实都是想要去爱彼此，但是没有办法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彼此，所以反而这样子是在互相折磨了啊。就像到后面这边一个权杖三，就会有一种过尽千帆皆不是的遗憾感。那我们白羊其实对于这段感情，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期待感的，就是有想过很多未来，但是就是因为太期待了，所以会导致一个失望感也特别强烈。那两个人的这种相处状态，白羊其实已经是接受不了了，而且曾经的很多的这种承诺，两个人也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所以说双方两个人
其实会在这个时候啊，会开始怀疑起这段感情了，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不合适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好了？那这段感情真的已经是把我们白羊的一个性子都给磨没了。白羊曾经的这种样子，到现在完全就是截然相反两个人，所以我们心里面在这边真的就是很绝望的啊。但是哪怕说我们拔光身上所有的刺，两个人有可能也是回不到过去啊。这个我觉得才是就是我们白羊会觉得这段感情不值得的地方啊，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了。所以的话，两个人到后期，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摩擦，对不对？我们白羊宝宝啊，两个人就是属于那种越吵越激烈，因为火元素到这边逆位，就是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两个人总是会在争吵和矛盾当中去重伤彼此，或者说会去互相伤害。而且我们白羊呢也会觉得，就是自己伤心的时候，那你没有陪我说话，你也越来越跟我就是不同步了啊，你就是不能够这么感同身受的去了解我，所以白羊在这边才会这么的难过啊，才会走到这边权杖二这样一种就是权杖二代表选择嘛，走到一种代表选择的一个境地。那白羊考虑的越来越多啊，就是在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这段感情到底还是不是我最开始期待的那样了。所以白羊真的就是痛彻心扉，才慢慢的清醒过来。可以说，其实白羊就真的是自己挨过了最抑郁的那一段时期，我们也已经开始学会自己给自己安慰了。那所以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彻底的去想清楚，就会觉得我们这段感情其实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我们就会开始有点怀疑起来了啊，就是我已经做到我可以自己去哄自己了，我已经不想要你来给我那些不痛不痒的关系，我已经不需要了。那所以我为什么还需要你呢？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呢？所以其实白羊在这边就是想得非常的清楚了，才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去停下脚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它其实也是一张静止的牌，那我们白羊可能已经不想要再这么去歇斯底里了啊，也不想再让自己的情绪去失控，我们会把对你的感情呢全部都收纳起来。那现在你会发现，其实白羊真的就是成熟了很多啊，但是我们的这样一种成熟，其实我觉得靠一整晚的这种眼泪才换来的，或者说靠无数个夜晚的这种眼泪才换来的啊。但是不管我们白羊再怎么去改变，对方他好像自始至终他就没有动摇过啊。他后面这边一个星币手牌，他真的是太稳定了，而且他可能会特别会顾及到别人的情绪，但是他是不太会去顾及到白羊的一个感受的，因为他真的是把白羊就是当成自己最亲近的人了啊，所以说才会把自己的脾气不好的一面，甚至说就是那种难听的啊窝里横的那种一面，全部都展现在白羊的面前啊。大家其实都一样，就是一般对自己的父母啊，对自己的一些亲人什么的，都会特别的有脾气啊。所以对方他其实确实是足够信任白羊，才会让白羊看到自己不够好的那一面。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越是亲近的人，才应该越是要顾及感受啊。当然对方他可能就是那种总是以大局为重，反而就忽略了白羊的感受，才让我们这么的难过。那当他意识到白羊有一些不对劲儿啊，或者说当他开始发现这段感情有一点停滞不前的时候，那对方他到这边也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啊。虽然说这段感情里面对方他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有主见，但其实实际上真正有主见的，我觉得其实是白羊。白羊已经自己做好了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想要慢慢的去离开对方了，但是反而我觉得反而是对方啊，他后来一直有陷在这段感情当中，就会有很多的一个不甘心啊，也有很多的一个后悔。那这个其实会像回到前面他这个权杖九一样啊，他其实还是有在期待我们白羊能够来找他，也是在等着白羊能够回到他身边。那如果说白羊需要帮助的话，他其实还是愿意去帮的，他其实内心当中是非常认可白羊的啊。但是如果说不需要的话，那他也会尊重白羊的选择啊。所以这个人对方他可能就会选择默默的去消失在白羊的世界里面。那所以虽然表面上好像是白羊表现的更爱对方一点，但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从这边来看，对方他的感情真的不比白羊少的，只不过很多时候他都表现的有点太过于冷静了啊，看起来就会觉得这份爱意没有那么明显而已啊。最后这边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这个感情啊，并没有完全断干净的，因为这一张女祭司，它其实就说明双方最近虽然说沟通很少，也非常的冷淡，但其实并不是那种真的要彻底放弃这段感情了。只不过因为女祭司之前也经常有讲过，女祭司是一张非常冷淡的一张牌，所以双方如果说想要复合的话，那最好就是找最近的这段时间啊，因为其实感情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两个人我觉得或者说稍微给彼此留那么一点就是有距离的那样一种联系，两个人最好不要有太多的冲突和矛盾。现在我觉得对两个人来说，真的就是保持沉默，有可能也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一旦有一方开始控制不住情绪，开始发脾气啊，那不好意思了，两个人最后一点感情很容易就会这么消失的。所以如果最后那么一点情分都没有的话，那这段感情它可能真的就是要走到一个彻底结束了啊。而且女祭司，我觉得虽然说表面上是非常冷静、非常理智的，但其实实际上女祭司的一个内心啊，它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她的一个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她的内心是非常火热的。所以我能够感觉到两个人内心对彼此其实还是有一个眷恋的感觉，只不过因为这段感情啊被赶鸭子上架到了今天，那哪怕两个人想要回头，其实也没有台阶下了，所以还不如也可以选择说稍微暂停一下，给两个人一点缓冲的时间。就是这个暂停不是说真正意义上就完全暂停了，只是两个人就是稍微要有一点缓冲啊。我们白羊其实需要的其实并不是说你的一个承诺，也不是说非要你的一个道歉，我们想要的其实就是你爱我的一个实际行动而已啊，非常非常简单，对于白羊来说。哎呀，
呀，我们侍女的这个情况真的是不容乐观啊！因为侍女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喜欢的这个人，他可能不是对的人啊。但是现在我们侍女真的是已经无法自拔了啊！这边这一张力量，我们侍女真的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就是控制不住的想要去关心对方的一个一举一动，所以侍女在这边才会这么的纠结啊。因为你要知道，侍女理智的时候，其实就是人间清醒的一个代名词了啊。侍女现在就是大脑在指使我们啊，要远离这个人，远离对方，但是我们内心的这个执念，出于对他这份爱的执念呢，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不能够放下这个人。所以其实力量牌在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侍女的状态是非常非常不稳定在这边啊，所以我们侍女可能现在就会去做一个动作，那就是去权衡利弊了啊。我们其实说权衡利弊其实也不是很恰当，我们其实就是在跟自己去做斗争，就是看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或者说要不要去选择其他的人。所以说侍女的这一种纠结，其实也会影响到对方的一个判断。那这边这一个力量牌啊，他就会感觉自己已经是有点把握不住侍女了。他曾经是觉得特别自信的啊，就是可以随意的去拿捏住侍女，但其实实际上呢，侍女只会被自己喜欢的人给拿捏住，这点要知道。那当现在我们侍女开始迷茫的时候，对方他其实也会觉得侍女的这个感情就好像有所收敛，他感觉到了，所以他会觉得有点不满足啊，因为现在侍女的这个付出就是那种试探性的，我们不敢再那么大开大合的去爱这个人，但是因为这个人他是完全就是不满意啊，他心里面真的是就是特别不舒服。那其实从侧面来说，我觉得对方他也是放不下侍女的，只不过现在呢，他已经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了啊，所以说他才会对侍女就没有那么的一个没什么好脸色看，因为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啊，他想要很多的这种爱，他想要跟我们侍女的那种温柔或者说那种关心，他想要得到，但是侍女的爱呢，其实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一个渗透的，我们的这个爱其实是比较含蓄啊，就是让对方他感觉不到了，所以说两个人的这个性格，我觉得可能就不是那种说特别合拍啊，就还是会有点需要磨合，要有会存在点摩擦，需要磨合的。那这个人的话呢，对我们侍女也是越来越不满意，所以说这个时候对方他会对我们侍女有一些故意屏蔽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比如说故意对我们侍女去说狠话啊，或者说去唱反调，但其实这个人呢，他虽然是不满意啊，但他其实还是很喜欢我们的，所以他才会基于此，他才会对我们侍女的一些所作所为就没有办法去接受，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对我们侍女想要的太多，要索取的太多了，所以像我们侍女这边出现一个星币国王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变得越来越纠结了啊，因为我们侍女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才会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反而是让对方变得越来越看不清我们，甚至说就已经是想要去放弃我们了啊，两个人就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其实不管怎么说啊，这段感情里面，我觉得真正的领导者是谁啊？其实还是我们侍女宝宝啊，因为宝剑二逆位在这边就说明侍女是可以掌控住这一份感情的，所以说其实侍女才是最终在这段感情里面能够去做选择的人。只不过宝剑二的话，它会是一种权衡利弊的感觉啊。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是有在去比较，没有去做出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选择。但是权衡利弊之后呢，回到一个逆位的状态，那现在我们侍女可以说就已经是认清了自己的内心了。我们在失去这个人之后，那才会后知后觉的就会发现啊，这个人他好像还不错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侍女的这个后劲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慢热性格的人总是受伤最久的人啊，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后知后觉反应过来非常喜欢这个人，但是比较可惜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晚了啊，因为这个人他到这边他出现了一个皇帝牌，就说白了皇帝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耐心全部都已经放进了这段感情里面，就是已经是他有的那些耐心已经是消耗光了，所以这个人他现在反而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爱侍女了啊，觉得他突然觉得侍女好像也没有那么好，因为两个人在长期的这样一种相处之中已经是有在互相折磨或者说盘旋的已经够了，他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执念，所以说其实这边这一张皇帝牌出现的时候，也是代表着这个人，代表对方他更多的还是想要看侍女的一个态度。如果说你还坚持啊，那我一定是奉陪的；如果说你退缩了啊，那我绝对会走得比你还要快。所以说这一份感情，它其实就是可以说是掌握在我们侍女手中，就是对方他要看侍女的这个态度到底有多认真，或者说他需要看到你侍女到底有多爱我啊。但是蛮可惜在这边就是我们侍女真的永远是侍女，侍女虽然会认为这个人很好，但是侍女最多怎么样？最多就只会主动一下啊，主动这么一下，如果说看不到任何回应的话，那侍女就可能会停在这个地方不动了啊，或者说我们就只是在这个蓄势待发啊，在等待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不会再主动去出击了。但这个对于对方对于这个人来说，他会觉得侍女就没有那么爱我了啊，他会觉得就是侍女就不愿意主动，没有那么爱了，所以他可能就会觉得我不想再去抱有什么执念了啊，所以对方我觉得他在这边的一个感觉就是对这段感情还是蛮失望的了。那么这一段感情啊，我觉得最大的阻碍其实还是两个人都太被动了，双方都不太主动啊，都不愿意去主动，都一直在被动等待，可能双方我觉得都太爱幻想了一点，因为这张圣杯七它本身就是那种他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娶我的这样一种感觉，就是非常圣杯七非常的梦幻，非常的这个浪漫的啊，但这个
放在这边，尤其是在我们侍女这边就不太实际，因为土象星座在追求爱情的时候，应该还是会以稳定为主的啊，不然真的是很容易会受伤啊。所以这边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侍女真的抱有那么大的一个希望的时候，其实更容易的就是失望了。而且两个人在感情当中最大的阻碍，其实就是这个脸放得不够啊，就是两个人把面子看得太重了，都不敢去勇往直前，也没有办法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追逐啊。当然，其实只要你愿意去做，就是只要你不放弃，其实就还是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但是对方他这边前面讲了，对方他本身就是一个皇帝，所以你就会感觉这个人他就一直坐在这个皇位上面，端坐在这儿啊，默默的在观察。而且这个人皇帝嘛，他也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掌控欲的。比如说，当我们侍女突然开小差了啊，在感情当中开小差，我原地不动了，或者说就是其他的前任来找侍女的时候，那这个人，那对方的这个嫉妒心他又上来了啊，就这个促进就上来了。本来他好像是已经是无所谓，已经是没有什么样一种感觉了，但这个时候呢，就外界的一些这种一个情况，又会开始激发他的一个斗志啊，激发怎么样呢？他觉得他想要去占有了，就他想要拥有侍女的这个感情，所以他就一直在那种就自我对抗和一个纠结当中。他又不想呢去当侍女的一个备胎，但是他又控制不了自己，就不停的会留一双眼睛去观察侍女，就是那种侍女只能跟我在一起啊，你哪怕我们两个人在吵架在冷战，你只能跟我在一起，你不能去跟其他人去好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对方他一种占有欲在作祟啊。当然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对方他说了什么不爱了，找不到爱了，但他其实还是放不下侍女的啊。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侍女确实也累了啊，因为外部的压力，包括说这段感情的压力，就会导致侍女比较自卑啊，也会导致我们侍女在感情过程当中，无法去突破啊。家庭方面呢，也没有办法给家人交代，所以说这段感情真的就还是挺难的。而且走到后面一个宝剑侍从，就代表说两个人还是在一起，一直会纠结，可能两个人呢也会一直的在彼此的在挑剔啊，彼此的有去纠缠。其实我觉得挑剔为什么挑剔？挑剔也无非是想要去逼彼此表现出一些爱情的证据而已嘛，对吧？所以最后这边两个人真的就是那种吵来吵去，但是就是分不开的一种感觉啊。因为圣杯手牌在这边，两个人接下去就还是会有一些交集啊。因为这边这个水元素，它其实就代表内心当中的一种角逐了啊。角逐其实还是源于爱嘛，对不对？没有爱的话，去追什么啊？还是源于两个人内心的那种共鸣感。所以其实这一段感情，就这个感情看起来还是不太稳定，但是两个人呢会发现，就那种爱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在里面的。只不过两个人看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就真的还是在这边挺难的啊。比如说父母不同意啊，或者说是异地啊这些问题。甚至很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伤痛，就是被阻碍、被隔开，所以两个人都会觉得特别的心痛。但是你又不能说这是一种遗憾，对吧？因为两个人都努力过，所以其实啊，真正我觉得让人遗憾的就是两个人明明相爱，明明可以克服现实的一个阻碍，但是最后呢就倒在自己设置的一个门槛里面了。我觉得其实两个人可以活的就是或者说想的稍微的更加简单一点，因为通常啊越简单越快乐，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侍女一直要去修炼的一个课题啊。比如说像狮子啊、白羊啊，就火象就比较的一个会找到快乐啊，因为侍女真的是一直都是有在自我折磨啊，这个我也是蛮心疼侍女的，我也是真心希望我们侍女能够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我们的侍女宝宝。